朗族的音乐和 reggae 它是非常契合的。What rhythms they have is binary swung, chick chick boom chick, 蹭蹭蹭蹭，咚哒咚哒，咔咔，咕叽咕叽。就佤族的传统乐器是比较合适的。That's why they make good reggae musicians, I think, because they feel rhythm like very naturally. 第一次买打口袋的时候是我80年代末啊，这样90年代初这样子，去到音像店里，然后就看到一些磁带，它上面有个口子，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去问老板了，这个是什么磁带？老板就说，哎，这个是打口袋。国外的那些音乐正版的，然后被在国外拉回来的，就是积压的库存，就卖不掉的，可能销量不好的，像垃圾一样运往中国，然后再销售。当时是花了15人民币，我读小学的时候挺贵，特别贵，我就买了第一盘。啊，在这边是这一盘。以前大理酒吧很多，那会儿我们小时候就有酒吧了，已经有人在放 Bob Marley 的，还有他的画贴在酒吧，但我们不知道他叫 Bob Marley， 也不知道他是 reggae， 那会儿不知道，然后听着就特别喜欢，然后就从那会儿喜欢上。鲍勃马利，鲍勃马利，鲍勃马利，找到了鲍勃马利的鲍勃马利的歌吧，去我朋友家里嘛，然后他就给我放了鲍勃马利的演唱会，但当时不知道雷鬼乐是什么，只知道哎这个音乐还是挺摇摆的，舒服，就听着好赞哦。和平吧，然后比较有爱，然后会让人比较放松。哎呀，很自由吧？我觉得你很放松，你每天不管你忙碌，你还是比较习惯放松自己，还是充实自己的话，每天你都会有个邂逅，很自由的那种感觉，雷鬼。回来到我们的家乡普洱嘛，卡瓦，然后云南雷鬼的创始人黑哥，我们就说就图个开心嘛，就朋友聚在一起，好不容易举办一个 party， 真的太不容易了。迎着那江上街。有一天就在家里上网搜了一下云南的乐队，然后就跳出来一个云南雷鬼，就点进去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卡瓦乐队现在的《杠九醉》。不要怪我们向你醉，不要怪我们向你杠九醉。哇，这个东西好神奇啊！我以后也要做这个。我碰到老韩哥，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小，就这么高吧。哇，这个人一旁脏辫，哇，我觉得太屌了。大哥他们一起玩音乐是最开心的，就像一股力量一样，会在后面这么顶着你往前走。就是玩音乐的时候有这种感觉。这股力量太强大了。来自云南普洱西蒙，我最骄傲的我是佤族。彝族，我是哈尼族。哈尼族、纳西族、是彝族、布朗族。我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汉族。少数民族的元素它都在，但是像佤族的、布朗族的、德昂族的、纳西族的、傣族的、彝族的，这都可以做 reggae， 那就看你怎么做。因为山人和卡瓦还有斯冈里，还有我们这几个乐队，虽然做的 reggae， 但表达的方式又不一样。Rasta 的生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少数民族，它也是一直世世代代的聚居在一些山里面，然后也是对大自然比较尊重，肤色啊各方面的和
然后生活那个地方和牙买加是同一个纬度的，节奏都差不多。感觉佤族像在我们那边的村庄嘛哈，拍出来的就和那个牙买加那种贫民窟差不多，我感觉装饰都差不多，除了没有红黄绿这3个颜色以外，都是一个地球，是不是？但是不同的人，地球是我们的根，所以，不管是在那个地方生活的 Rasta 文化，或者是在云南生活的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一样的。我是孟连县是3个民族的县，傣族、拉祜族、佤族。佤族哈，生活也很简单，反正农忙不忙的时候，他们都很自由，然后他们很喜欢唱歌跳舞，每到逢年过节就喝水酒，然后就跳舞、跳白舞什么的。佤族的乐器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旋律性很少，因为他们音符很少嘛，特别适合拿来做大波儿，听起来就飘飘的，随便来一个律动都很好做的。加一点 delay 啊，混响啊，就非常的飞，我觉得非常的飞。Wa people like at least 50% of the music scene in Yunnan and the reggae scene in China in general. There's an identification with reggae. It comes with a kind of national pride of the Wa. It's being expressed through reggae as an identity. It's a big way of expressing kind of like what it is to be Wa. It's their way of fitting into this kind of like social niche, I guess, and claiming it. So you've got a lot of like ancient instruments in Yunnan. And this is a Lushan, like Yizu, Laohuzu, Wazu, Miaozu. So many have this. This is one of the oldest instruments in the world. Bulangding, this instrument used in Puman's track, Bulang Beauty. Xiao called Adiza from Shilin, Yizu. And that's why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is area. It's like looking back in time to what society was like, what music was like before it developed into what it is now. It's not just for seeing who they are, it's like, it's interesting for seeing who we all are. With ethnic minority groups that grow up dancing, they just have a better sense of rhythm. Because if you separate dance from music, i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Wa rhythms, they have this binary kind of like swung. You can see how they would naturally take to it, and that's why they make good reggae musicians, I think, because they feel rhythm like very naturally. “布朗族的音乐和 reggae 它是非常契合的。小的时候有那种河边有一个水车，然后水车下面有一个冲米的东西，你用脚一踩，它都是反拍嘛，咔咔咔咔这种。然后 reggae 也是重拍在后拍嘛，咔咔咔咔咔咔这种。我们布朗族文化其实首先从来到我家，我就给你喝我们自己种的茶叶，然后吃我们自己做的那些饭呀菜。下一层应该就是肯定喝酒，围在火炉边，然后就给你弹三弦，唱我们的调子。普曼的音乐风格其实很有特色。我们有些歌它不是纯粹的 reggae， 它也不是纯粹的民族歌曲。有些歌我们觉得这个歌的调子，我们就应该用共治来表达。有些歌我们可以盖摇摆来表达。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歌去做它需要的音乐风格，但是我们不变的是民族和摇摆。深夜的寨子已经变得冷清，偶尔听见几个喝醉的声音，雪花的头发只是玩笑而已，灵魂深处它就在刻意逃避，不管在云南还是你在巴黎，明明白白装傻，其实心知肚明。Puman, like just one track, and Bulang Beauty, the obvious crossover track on that album, and traditional Bulang singing mixed with like reggae. That actually did really well, and as a 7-inch, it got to #1 in the UK 7-inch reggae chart.
like the appetite for fresh sounds is definitely there in the West, it's because of running out of fresh things. You know, if something comes out which genuinely sounds something nobody's heard before, then there's definitely interest. 小时来看看我们的热情一直在。中国雷鬼看云南，云南雷鬼看我，时代雷鬼看我们。在舞台上，我最享受的感觉哈，全场大合唱嘛，那种感觉真的。 觉得有一种幸福感，不同的人会跟着唱，虽然他们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他们被这种氛围感染了。语言已经不重要了，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语言都不重要了，在那一刻比较团结。